作为一个长期在外旅行的人，在过去1年多里走过了16个国家，体验各种不同的文化，包括气候和生活方式。在旅行中呢，我都遇到过让我措手不及的情况。在今天的视频里，我总结出了这几样非常实用的小物品。每一件物品不仅在旅行中提供帮助，就连在日常生活中也非常有用。今天提到所有的物品，并不是我想让你们盲目跟风去购买，因为我的频道从来不是一个好物推荐的频道，而是想给你们提供一些思路，能更好的去规划和提升你们的旅行体验。所以无论你是偶尔短途的旅行，还是像我一样长期世界各地到处跑，或许这里有一些真正能对你有用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在旅行中，行李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你要出国旅行很长时间的飞行过程和多次的转机后，行李很可能走丢，或者是被误送到其他国家。当你不知道行李到哪儿去了，和机场工作人员沟通，他们只会让你无限的等待。这种焦虑的心情我非常的懂。如果你们有看过别人做的旅行好物推荐，那 AirTag 这个东西是80%的几率都有出现过。我买了3个，分别是在我托运行李箱、随身行李箱以及我的随身背包。即使是行李被航空公司弄丢，也可以通过手机直接查到它的位置，你就再也不用依赖航空公司的查询系统以及机场人员慢吞吞不想管事的态度。我自己多少是个焦虑的人，我不喜欢未知的感觉，拥有一款带有定位的 tag 多少能让我放心。我从来没有用充电宝的习惯，首先是重量太重，其次是又要多一条数据线来收纳。但其实我也有遇到电量很低，低到完全没有办法支撑我导航回家。加上自从我换了手机后，我彻底感受到了什么叫无线充电的快乐啊！我真的是太喜欢 MagSafe 的功能了，这也是我会选择磁吸充电宝的原因之一。相比传统带线的充电宝，磁吸充电宝不仅没有充电线缠绕在一起显得乱糟糟，它还能直接吸附在手机背后就可以开始充电。而且我拥有的这个磁吸充电宝不仅可以充电，还能当做手机支架使用。特别是当我一个人去餐厅吃饭，想边看手机又想解放双手，我就可以把手机立在桌子上，能方便我刷手机。所以我都会尽量选择这种一物多用的物品。你可能觉得购物袋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小东西，但在旅行中，这种可折叠式的小型便携购物袋真的是万能的存在。比如你突然走进一个当地市场，看到心仪的伴手礼，或者在街边地摊看到一些好吃的特产，这时候你随身带的购物袋都能派上用场。像我之前去过的巴黎、英国、瑞士这些国家，我都有去超市买食物，回到民宿自己做，然后就遇到了当地超市的塑料袋是收取费用，甚至有一些店呢还不会给你提供塑料袋。包括我在美国生活过的一些州，当地呢是要求店家减少塑料的使用率，所以他们都会向你收取额外的费用。不要认为购物袋仅限于去超市才能用到，像平时你去逛街或者拿快递，碰巧东西太多了，这时候你就将便携式购物袋抽出来，这真的非常的方便。这样的物品呢，你不会每次都需要它，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它都可以解决你临时的需求。想象一下，当你刚下飞机，并且还经历了1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你想跟别人交流时，发现自己嘴巴有点味道，真的很难受。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发生，所以我每次都只能尽量少说话，或者我随身携带口腔清新喷雾，这样小小的一瓶放进包里，不碍地方，特别适合长途飞行或者遇到重要场合，想让自己看起来更加 refresh， 我都会喷几下，不至于因为口气问题而尴尬。那比起嚼口香糖，这样的喷雾更加的方便和快速。有时候在户外活动里需要频繁补防晒，我曾经是会用一大瓶的防晒霜，但每次补防晒都要先找个地方洗手，洗干净之后呢才开始补防晒，补完之后手上还黏黏的，而且不是每次都能找到地方让你洗手。然后我就买了便携式防晒棒之后，它让我在补防晒的过程中更加简单了。有一次我在普吉岛的沙滩上，我忘记带湿纸巾和洗手液，手上全是沙子和细菌，因此我不想用手碰我的脸。那防晒棒的设计呢，就可以让我随时随地都能补防晒，只在需要补防晒的部位上轻轻划几下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场合呢，就是在大太阳底下去爬山，中途你想休息一下补防晒，一般户外地方呢可是没有卫生间的哟，也没有洗手的地方，那我只需要将防晒棒掏出来往脸上涂几下就搞定啦。我之前和几个朋友在中国进行旅居生活，并且还去了西藏自驾，当时呢是有司机和导游跟着我们，每天都要经历个3-4
4个小时以上的车程，加上我是个很容易偏头痛的人，所以我包里必不可少的其中一件物品就是薄荷精油。每一次我有轻微头痛或者是感觉要晕车时，我都会涂一点在太阳穴和脖子上，都能让我状态有所缓解。和我同行的其中一位朋友呢，他晕车非常的厉害，我就把精油给他用了之后，他就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帮助了他，没有这个精油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能撑多久。所以说不管是出门旅游还是在日常生活上，这一支小精油基本上我都会随身携带着，这又是一个平时你不会想到需要它，但是真正需要的时候又能帮助到你。出国旅行最让人头疼的除了是行李丢失以外，那就是每个国家的插座都不一样，特别是当你手机没电想要充电时，发现这插头怎么用不了。还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去欧洲旅行时，我居然蠢到忘记带插头，结果到了酒店后，手机和相机全部都没有办法充电。我是找了好几家便利店才能找到的插头，问题是价格还死贵的。从那次旅行回来之后，我立马下单了万能插头，这小小的一个插头几乎可以对应各国的插座标准，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亚洲，通通搞定。除了在出国旅行时能用到它，你其实还可以在日常生活里使用到。比如你家里的插座很少，但同时你又有很多电子产品需要同时充电，那一般万能插头呢都有好几个插口，能解决你一次性需要充很多电子产品的需求。朋友们听我说啊，我是今年才发现了这么一个宝贝神器，那就是手机磁吸吸盘。像我平时一个人需要在户外拍一些短视频或者素材，我就可以用这种吸盘支架直接吸在一个表面上，就可以直接开拍。有的时候和朋友出去玩需要自拍，就发现周围没有人帮我们拍，或者觉得尴尬不想去问路人，我就拿出了这个吸盘支架，几秒钟的时间就能拍出完美的照片。这种就真的很适合一个人独自旅游，不想麻烦别人的同时又想记录下美好的瞬间。那加上我不是每次出门都会带三脚架，不仅体积笨重，而且拿着不方便，有的时候我更多是随性记录，想到什么就记录什么。我就喜欢这种没有重量负担并且让我随时随地开拍的手机自拍支架。还有一个适用场景就是在洗澡时需要追剧，或者在镜子前需要化妆时想要打发时间，直接将手机吸附在镜面上或者是墙面上就可以了。好了，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的内容。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推荐的旅行好物分享，欢迎在下面留言，也让更多人看见。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那我们下周五再见，拜拜。